Hello，大家好，今天是5月17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本周美股维持强势单边行情，标普再次连涨5天，但周五盘后，多数个股却出现了回落调整，穆迪下调美国评级。如果周末白宫股神不出手，那么下周一美股出现调整将是大概率事件。而假如真的回调，是再上车机会还是风险呢？我们依旧可以通过170天均线来观察美股的牛熊走势和个股的整体表现。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版，我们照常还是来到本期视频行情目录部分。今天是纳斯达克指数第187的视频，阿哲就会通过3个部分来讲解本期视频美股周复盘行情观点。第一部分还是最为主要的关于美股指数纳指的市场观察。阿哲会通过短线3小顶模型和中线波段的170天均线，包括短线日内的撑压红绿灯指标来观察当前的指数环境。在了解了指数环境之后，我们会来到个股解析环节，分别有特斯拉、英伟达、半导体指数、阿斯麦、博通、苹果、Meta、MSTR、PLTR、谷歌、微软、亚马逊、台积电、SMCI 等以上个股。如果您是新同学，首次来到阿哲频道观看视频，那么阿哲需要在正式内容开始之前来进行一个提醒。从目录中您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分析的内容会偏多，所以一般阿哲的视频时长会偏长。如果您不太适应观看长视频，阿哲的建议是，您可以看到视频底下的播放按钮，在旁边有一个三角，点开这个三角，您会看到阿哲为本期视频所准备和标记清楚的时间轴。您可以点击对应时间轴，快速跳转到您最想要优先观看的内容，希望以此能够解决您的部分疑虑。但阿哲唯一建议的是，在第一部分的时候，千万不要跳转。在个股的环节当中，所有个股的顺序都是不定的，您可以随意的跳转。但是首先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把指数大环境给看明白。现在我们来到第一方面，叫3小顶，这是我们最近讲的比较多的一个内容。上期视频有提到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小顶的信号，市场容易陷入调整。而最近呢，在连续的阳线当中，在周五的这根阳线又再次的产生，再次出现。因为上期视频阿哲曾经详细的讲过，所以本期呢我们就简单过一遍，您把这个模型记一下。这个模型最优的使用环境是弱势反弹、震荡行情，以及在单边加速行情一段时间后去使用，把握物极必反的高点。那么这3种环境呢是它的优选环境。这个模型很简单，就2个条件。第一个，它得要是连续的3天阳线，只看颜色，不看收盘，不看它是否涨是否跌。在连续的3根阳线产生之后呢，我们看它的一个实体，因为 K 线3要素，实体代表股价的涨跌动能，阴线实体代表下跌动能，而阳线实体代表上涨的动能。如果在连阳当中第3根也是最后一根阳线，它比昨天的阳线实体缩短，而且缩短的越是明显，它的相差越是悬殊，那么就说明动能在上涨当中衰竭的越是明显，那么顶部信号就越是强势。如果是在弱势反弹行情当中，阿哲建议出现之后就可以着手去卖出手中筹码。而假如是强势行情，那么我们可以用3的最低价格作为止盈线，当股价跌破3的最低价格，我们再去离场也是可以的，但仅限于你手中成本较低，整体的获利还是有的，这种情况下可以右侧去防守。而如果你的整体成本较高，明显是短线追高进去的，那么出现3小顶，阿哲建议呢还是相对的去左侧的获利兑现。在明白了这个模型之后，我们看到当下的纳指行情走势图。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图表当中，在 K 线阳线顶上出现粉色、红色钻石的，就是3小顶了。在前期的这波运行当中，你会发现是不是一个强势的单边上涨走势，而产生了这种红色钻石，就说明它是一个3小顶。那么我们把最后一根阳线的低点作为防守，如果没有跌破，那么说明对于右侧投资者还不是一个风险。假如我们是前期你已经是获利了，或者说成本较低的，那么你可以用右侧的手法去卖出。那包括现在，那么你的一个成本如果偏低，你整体呢有一定的扛风险的能力，可以用一定的止损来去把握后续可能更高的行情。那么这里你可以用最新的周五的低点阳线去做一个防守，跌破之后止盈您之前的短线获利筹码。而假如您是在最近才追买进去的，有所获利，那么出现这样的一个3小顶走势，每次出现我们可以进行获利兑现，左侧减仓亦或者是清仓。以上就是对于3小顶我们的一个简单使用讲解和它的一个模型图。在强势单边行情当中遇到3小顶，您可以右侧进行防守，
但假如是在震荡行情或者说弱势反弹当中遇到的三小顶，阿哲建议的是您尽可能的去保住您所有的一个利润，这也是现在所出现一次，阿哲会提醒一次它的一个风险所在。上期视频我们有讲过，每一次三小顶的提醒，只要您是阿哲的订阅同学，您只要每天还关注阿哲的视频，那么每一次出现，阿哲都会提醒您这里有风险。而三小顶的风险大多呢是出现在短线上，而短线后是否会持续下跌，那么就要看到其他的因素。我们接下来呢来到第二部分，关于中期、长期波段的分析，107天均线、纳指的日线图。在昨天的盘前，阿哲是给很多订阅同学讲到了目前的一个操作的策略。如果您是要做多头减仓获利兑现的，应该怎么看？以及多方如果是前期没有进场，我现在想要买进了，怎么去看？包括如果我还是看空美股，我对于美股的未来并不是很有信心，我怎么样去找到做空点？对于这一个区域呢，当前就面临3种情况，我们的投资者现状。第一种就是跟阿哲一样，在错过了这种跳空大涨行情，我们错过了中美谈判利好，整体是观望，手上还有大部分仓位和现金的同学，那么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是我错过了中美谈判的利好，我没有提前埋伏，而后高开之后追买，是不是也能够短线获利啊？这个部分同学呢，在最近也能够赚钱，但是仓位不定，大概率呢仓位不会上得特别高，因为是追买的。第三部分的同学是比较厉害的，就是第一位就买进抄底，或者说在途中去买进，那么仓位它的成本会比较低，比较有优势。那么走到这里又应该怎么看？这是对应这3种同学我们会去给到的3种的方案。所以接下来阿哲讲的一些内容可能会辐射这3类同学，那么大体呢，应该我们都在这3类之中。我们先讲一下，如果在当下我们是属于观望的，手中有大份现金的，目前我未来是以做空为主还是做多为主，怎么去观察？其实这里比较简单，如果您最近一直观看阿哲视频，那么170天均线 MA 会告诉我们答案。你只要关注左下方这2段话。目前的市场在前期这种熊市下跌之后，有没有可能现在转为牛市呢？怎么知道它会不会从熊市变成牛市进行？那么这里我们就知道牛市进行的一个特征，它有3个特征。第一个是170天均线的有效突破，第二个是向上1倍空间的压力也能够突破，第三个是170天均线上行并出现支撑。而当前的美股的现状就是170天均线涨时确认是有效突破，而后第二个是还没有达成2倍的空间突破，第3点它也只达成了一半，就是均线是出现了上行，但是目前还没有出现回撤的支撑。所以当下你可以说完全确定目前进入牛市了吗？还不行，但是它慢慢的有往牛市的方向在进行。我们先看到第一点，怎么判断170天均线被有效的突破或跌破？简单，我们再回忆一下，我们以前期这波下跌来看，就是一轮行情趋势的改变。之前美股是一个牛市，突然跌了一下，你会觉得这里会走熊市吗？不可能的。当时这里大部分人都不会认为它会走为熊市，认为它依旧是回调，所以后续的这种下跌，很多人呢都并没有及时的去卖出筹码，依旧是从头套到尾，最近又解套。而这波行情基本上跌跟它没关系，涨跟它没关系，一轮行情走势后，它只是解套了。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更加好的知道一轮下跌之后未来会不会继续下跌，一轮上涨之后未来会不会继续上涨？这是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所以我们先要判断的就是170，如果股价呢出现了下跌跌破170，先确定怎么算是有效。我们要看到2天收盘都在170天之下的那2个交易日，比如说这一天是收盘跌破了，当第2天收盘没跌破，那么这就不能算是有效的跌破。我们要找到的是第1天跌破了，第2天也跌破了，好，这就是一个有效的。把2根 K 线里面偏低的高点和偏低的低点作为一个区分，那么这一个区间就是关键170均线附近的牛熊撑压转换位。如果这里后续还有下跌空间，那么我们认为它应该跌破这个区间，并且不会去把这个区间突破。所以当时出现了跌破反抽再下跌，这种反弹后无力进行突破回落的位置，就是做空的绝佳点。包括前方刚刚跌破的位置，它也可以作为我们开始转变思路的那一刻。而后你会发现，在这种区间被有效的形成压力，而跌破之后，它就会按照前方临近的高点到170的这种空间往下延伸倍数关系。比如说当时的1倍空间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当时它很明确的、快速的、有效跌破1倍空间，就会延伸下跌空间到我们后面的1.5倍和2倍的空间。最后这一波下跌呢，是到2倍的位置形成了重要支撑，展开本次的反弹。关于这一部分内容，都是阿哲在前期3月份、4月份都有讲过的一个内容。现在我们反过来用在目前的上涨当中。上涨呢，是不是也突破了170？那关注的就是第一天突破，第二天突破。那么2根当中高点取高的，低点取高的，那么就形成了2号 K 线重要的区间。在上周周二的时候，这根 K 线的高点低点形成牛熊转换重要区间。而目前呢，纳指的3天收盘都在这个区间之上，就说明当下第一个条件170天均线有效突破，我们认为还是有望的。现在呢，受到穆迪下调美国的评级的原因，所以周一调整如果是大概率事件，你就要看一下了。这个回调，假如真的回调，它是不能跌破2号 K 线的低点的，因为当前它突破了，只是突破力度不够。那如果回调产生，它如果不能够撑住，反而跌破，那么是不是说明这是一个假突破啊？那么第一点我们就说不成立了。一旦这里不成立，那么我们就要用下面的这一套思路来框架当前的市场，就它还是处于熊市进行时。因为前期的170天均线在这个地方已经确认是跌破有效，而后向下的1倍空间，它也是在这一个下跌商法时出现了跌破有效，所以这一波熊市的进行时是完成了1个、2个，而当下再往第3个去进行。170天均线下行并产生压力，目前170天均线是上行的，所以这里是没有达成条件，压力也还没有达成条件。但假如这里受到一些消息面影响，出现下跌破了2号 K 线低点，甚至后续呢170呢也被跌破，那么当170往下走时，是不是达成了第3个条件？这里假突破，说明170有压力，而170只要往下拐，我们熊市进行时就彻底形成。那么后续我们依旧认为这里是一个熊市反弹的高点区间，它必须要再次的去上破170，再次的进行第1步、第2步、第3步，我们才慢慢的会去转为牛市的操作。所以当下对于市场行情来讲，牛市的产生在发生，但只是初期，而熊市这里一旦确认它跌破了170，这是风险。明白这一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对于不同的投资者，您有不同的一个思考的方向。假如您是跟阿哲一样，这一波行情完全在观望，手中整体仓位是拿着的有现金，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慢慢的去跟踪。如果这里真的是牛市的起点，那么它应该不跌破2号 K 线的低点，以及170的这个均线支撑。那么后续在这里产生启动点的时候呢，我们去买进，那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又假如您手中有现金，但是后续股价的调整没有支撑，而是跌破170均线，跌破2号 K 线低点，有在这里出现了明显的阴线破位，那是不是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再次的入场做空？所以对于第一类投资者呢，您目前最好的就是跟阿哲一样，我们就看一下，在没有明确产生强势的上涨阳线之前，我们不轻易的去进场；在没有明确出现一根下跌阴线跌破2号 K 线低点之前，我们也不明确的大仓位的去做空。所以我们现在第一部分同学，您继续的等待一根明确的阳线再次上涨，以及一根明确的阴线跌破关键支撑去做多，亦或者做空。第二部分同学，如果错过中美谈判利好而高买短线仓位不定，但是成本可能是比较高的，这类同学在看到3小顶之后呢，短线就应该先落袋为安了，特别是2次的3小顶。所以这部分同学，您应该短线是进行落袋为安。因为您不太适合用于我们的右侧卖点，因为右侧一旦下跌，您不确定它究竟会不会跌破2的低点。如果真的以此为支撑，那么你的成本是扛不住的，可能到时候你确认的时候，你的获利早就没有多少了。所以对于第2类同学高买，并且您的成本较高的同学，您能赚一点，那么就试一点，那么不要要求太多，不要太贪。最后是第3类同学，本次行情的最大赢家，在低位买进，并且仓位可能也可以拿得比较多，而成本目前较低。这类同学呢，您就想着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减仓就行？您可以用绝对的右侧的减仓方式，比如说
在出现三小顶之后，我也可以不动，因为这只是一个左侧风险。等到股价出现收盘价跌破这根阳线的低点时，我进行一个减仓。假如我手中有6成、7成仓位，那么拿了这么久了，股价收盘跌破这根阳线，那么低点跌破之后，我减个2成仓可以吗？可以。收盘价如果跌破2号 K 线的低点，跌破170的均线，我再减2成仓。是不是成本目前就很低？我依旧呢是能够拿到比较多的利润的，因为它越是往这一方面走，就越说明它可能是一个熊市反弹高点，它不是一个牛市进行时。那么这个时候就慢慢的把您手中之前的获利筹码可以进行一个离场。那么最后的2成仓，您所等待的是什么时候减呢？未来阿哲有机会，我们下一期视频为大家去讲解。但至少跌破3小顶的这一个防守位，以及跌破2号 K 线低点和170均线的支撑。因为这里比较临近嘛，你可以等待一根阴线跌破170均线进行一个减仓都是可以的。这也是昨天呢我们在盘前解析当中有去告知大家的一些减仓点，只是在第一部分跌破3小顶的一个周三低点这一点呢要进行改变，因为周五的阳线它也是3小顶。以上呢就是对于3类投资者，我们整体在这种牛熊转换之间，我们去进行的一个分析了。第3类投资者就是最轻松的、最安全的，您怎么样去卖，只要找准点位进行获利兑现就行。而如果它下跌，它连2号 K 线的箱体都不跌破，那么你减了2成仓之后，未来再接回来即可。在这3类投资者当中呢，最尴尬的一类呢，不是踏空的同学，而是后续呢因为踏空而追涨的同学。这类同学要相对小心，有赚就跑，这是阿哲相对的提醒和建议。以上就是阿哲对于第一部分3小顶和第2部分170天均线的一个讲解，希望对您有所帮助，不管是老同学还是新同学，应该都能够所涉及。如果您是今天观看阿哲视频听到这里有所帮助和收获的同学，那么希望大家能够点击一个小红心，点一个赞给阿哲的视频。而假如您的时间还相对充裕，那么希望大家也能够抽出一定的时间为阿哲视频留下您的宝贵评论，感谢大家点赞和评论支持。如果您是今天首次观看阿哲视频，是一位新同学，阿哲也比较建议您在学习之余可以顺手点击这个订阅按钮，点击之后呢会显示已订阅，那么只要是显示了已订阅，就说明您是阿哲频道的粉丝观众了。而后您只要点开全部铃铛，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每一场直播，只要是公开的，您都可以第一个收到阿哲频道的通知。感谢您的订阅支持。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刚才我们通过3小顶讲了短线风险，通过170天的 MA 讲了波段中长线的一个牛熊转换怎么去对待。现在我们再讲一下更短一点的日内的撑压。在下周周一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周一的日内支撑和压力是哪一个点位？我们会通过一个红绿灯指标为大家去讲解，希望这个呢对于短线的同学也能够有所帮助。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图板左侧的这个文字呢，就是16号阿哲盘前所发布的一个信息。只要您是刚刚订阅阿哲的同学，那么未来一段时间您都可以免费收到阿哲每天美股开盘之前的盘前解析短信，希望对您也能够产生一些帮助。在盘前解析短信当中，除了一些阿哲当下的策略之外，我们还会讲到一些点位的支撑和压力。目前所涉及的是3只标的，分别是纳指、特斯拉和英伟达。阿哲给到的都是当天日内的一个压力位和支撑位，这个点位每天都会变化，所以每天盘前呢您都注意查收。而通过这些点位的变化，您可以去短线上去研判，究竟纳斯达克指数、特斯拉、英伟达在短线强弱上，我们应该是看涨还是看跌？这是阿哲另外的一种角度，是比较简单、比较直接的。目前我们看到右侧的图表，就是根据这些压力和支撑所产生的一个指标，叫红绿灯。在图中的 K 线底下有红色的灯和绿色的灯，它们分别代表什么含义呢？红灯产生，说明股价下跌时收盘把阿哲给到的那个支撑位给跌破了，那么当天就会出现红灯，因为跌破盘中支撑，则说明空方下跌厉害，后续要小心风险。而如果出现的是绿灯呢，说明当天阿哲给到的压力位被收盘突破，那么就说明突破压力，多方强势，股价看涨。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信号，而这种信号组合起来会有几种使用方式。最简单的一种就是曾经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连续2天颜色的转换，比如说昨天是红灯，说明空方很强；今天是绿灯，说明多方很强。那么股价的涨跌之中呢，在连续2天内出现快速的转换，一般最后一次转换就是最真实的
股价的资金的动作。昨天的红灯则大概率是一个砸盘现象，今天的绿灯才是真正明牌的动作。所以这里当时我们说看涨，通过红绿灯在这里应该是买点。那么当你通过绿灯买进之后，只要后续每天的收盘价已突破我们的压力位，那么就说明多方还是很强。它只要不跌破每天的支撑位，就说明股价的空头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所以这一波的上涨基本上都是绿灯，亦或者是无灯，直到这一天开始出现了绿灯之后的红灯。我们说2天颜色的转换，说明昨天的绿灯为诱多，今天的红灯为真实的走势。后续短线是不是产生了1周的调整？这是一个绿灯后红灯的卖点，这也是一个低买高卖在趋势行情当中用红绿灯可以去形成的一种交易循环。后续呢，在中美谈判之后，受利好刺激，再次的出现强势的上涨，当天突破压力位。后续连续的1周是不是都是处于绿灯或无灯状态？目前是没有红灯的。所以股价呢，如果单纯我们最简单最直接用红绿灯观察这波走势，大部分的行情都能够收入囊中。而这一次呢，阿哲踏空的原因就是从这一个红灯转绿灯之后，我们就开始观望了，因为后续的行情哪怕它是绿灯，阿哲也认为相对来说有点风险，所以就没有再去交易。而假如您是一位执行力特别强的同学，并且您很简单，那么其实用红绿灯也还是 OK 的。在这一波绿灯的运行当中，只要未来依旧是绿灯或无灯，说明风险就还不是很大。而假如红灯再次产生，特别昨天是绿灯，今天是红灯的话，那么风险就会偏大一点。因为前期这里是不是也是绿灯转红灯，后续股价调整？那么现在呢，在周一的时候，你要关注哪一些价位？我们看到周一的点位。周一的低点支撑是19124.79，周一的高点压力是19299.73。如果股价在周一受到消息面的原因出现下跌，那你要关注它会不会收盘跌破19124.79。如果跌破了，就会形成周五为绿灯，而周一为红灯的局面，那么就相当于此处一样，它最少将产生一个调整，而如果严重，那么将会是一个高点的形成，这是有可能出现短线的多空转换而延续，并且影响到后续波段的走势。当然了，如果周一它并没有出现红灯和绿灯也很正常，因为市场当中呢，它不一定它非得要去突破和跌破，所以每天的盘前您都可以去观看一下最新的一个撑压点位，然后呢进行一个观察。在这里，阿哲呢告诉一下，如果您是今天刚刚订阅阿哲的同学，那么阿哲教大家如何在盘前领取到阿哲这条盘前的短信解析。其实很简单，您只要打开底下的评论区，看到评论区当中呢有一条置顶评论，那是阿哲所发布的评论。在这条评论当中，您可以找到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是他的 Telegram。在点击链接之后，您就可以找到助教，而后您可以给他发送一个领取盘前的口令。这个口令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盘前解析的盘前，这2个文字你发送给他之后，他收到了就会知道您是今天刚订阅阿哲同学，并且您未来想要在一段时间内可以收到阿哲的盘前解析美股的盘前短信。那么助教老师就会告知您如何能够每天领取，每天观看。阿哲呢也很希望这条信息能够对您有所帮助。阿哲讲技术频道更主要的是分享有关市场当中阿哲用过之后觉得不错，并且长期跟踪还是比较有效的技术分析方案。所以如果您是对于技术分析感兴趣并且订阅阿哲的同学，那么阿哲呢也希望您在阿哲频道能够收获更多有效的有用的技术分析知识。所以这里呢要提醒一下，如果您是真正有时间能够花在学习上的同学，那么仅仅是一个盘前解析可能对您的帮助还不是真正的最大的。所以阿哲对于每一个订阅了阿哲的同学，并且您有时间付之于学习上的同学，阿哲会有其他的福利给大家去分享。第一重福利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盘前解析和点位预测，不管您呢有没有时间，它可能对您都有所帮助。而另外的，我们还准备了粉丝学小组，对于真正热爱学习的同学，我们会进行一个知识答疑的一个学习小组，同时也在每周会进行一个课程的开展，更加进阶的知识我们会在内部思想的平台上进行一个直播，为大家提供更加有效、更加贴合市场的一个分析方式。所以您可以看一下您的自身情况，如果您是比较忙的，确实每天没有时间学习的，您可以只看盘前解析。而假如您是有时间学的，那么另外2个福利也记得跟助教老师进行领取。但这个领取是有门槛的，您首先要证明一下您确实有时间花在技术分析的学习之上。
您得要收听一节我们的内部直播课程，而后完成一次我们课中老师所布置的作业。这份作业呢不会很难，只要您听了课就一定能学会，一定能做成。把这份作业交给助教，而后他就会邀请您进入我们的粉丝学习小组。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领取过程，只要您真的是有时间花费在学习上的。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本周的课表，每周每月我们都会有专门的主题班课。像接下来5月的20号到5月的30号，我们最后的这个5月的时间段内会展开一个系列课程，叫做拥抱财富，捉分化龙头。在目前的指数出现了强势上涨，在指数出现牛熊的转换之间，这个时候将会产生一种变动。你会很明显的发现，在前期领涨的，比如说特斯拉，比如说英伟达等等个股，是不是最近也产生了走弱，甚至呢，比起一些个股可能都不如。比如说指数在周五出现了绿灯，但英伟达、特斯拉可能没有绿灯，整体的走势开始缓和。那么有哪些个股能够承接他们的资金？这就是在分化过程当中可能会有新的龙头产生。我们如何能够在接下来，如果真的分化了，如果市场真的走牛了，如何在下一次上涨时能够去把握？这是接下来我们阿哲和阿哲团队老师进行一个分享和研究的一个方向。如果您对于这个方向也感兴趣，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去报名参加我们5月20号开始的这个课程内容。在找到助教老师之后，您除了回复盘前之外，你也可以多写2个字，叫做报名。您只要发给助教，助教老师就知道您想要参加接下来5月20号到5月30号的课程。他在未来每天的香港时间早上10点开课之前，就会发送思想链接给您，您点击之后也可以观看。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希望本期的课程也能够让您有所收获。在以上对于指数的环境有所了解之后，我们来到第2部分。对于最近的热门个股特斯拉、英伟达，以及有比较多同学所关注的半导体指数，我们会通过几个方面去进行解析。特斯拉阿哲会通过空间资金动能和30分钟图表来进行寻找它的一个机会和风险。我们先看到第一只标的特斯拉的空间图表。目前我们所看到是特斯拉的一个走势图，在突破了图中的107天均线之后，我们说看到第1天，看到第2天，所以特斯拉目前和纳斯达克指数是差不多的，它的一个走势就是一根2号 K 线后，后续3天是相对的震荡。而它比纳指相对好的一点是，它已经突破了2号的一个区间，因为它的空间不算很大，所以比纳斯达克指数呢相对比较好去突破，它已经站到了1倍的空间之上，而且站住了3天。所以按照牛市进行时呢，它满足了2个条件，第一个是170的有效突破，第2个就是2倍空间的突破。那么2倍空间的突破呢，意味着上涨空间可以看到 1.5 倍到2倍，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有第3个确认条件即将要去进行验证，就是170天均线向上并且产生支撑。只要这一点满足了，那么特斯拉我们说这一个低位后的上涨反转就成立了。目前的170天均线已经在往上进行一个运行，我们这里要看到是特斯拉是往上试探 1.5 倍空间还是3倍空间产生受压，亦或者是1倍空间突破之后没站稳产生受压回落。只要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任一次受阻回落，它没有去跌破170，再次启动，我们都可以认为第3个条件也能够满足。未来只要不进行熊市的进行确认，那么依旧以牛市的进行时看待特斯拉。这也是为什么在低位突破之后呢，我们说你哪怕后续指数真的要走出熊市反弹环节，也不要轻易去做特斯拉的空单，因为它的趋势比很多个股呢走得更加明朗一些。那么现在从日线上，你是往上看 1.5 倍空间还是3倍空间？我们继续看到下一个图表，就是30分钟。前期我们用30分钟确定了一个三角形整理之后，是不是出现了下跌？在跌破之后看空，而股价跌到170天均线，并且是震荡区间的下轨。我们说特斯拉有反弹需要，看反弹力度，而这个反弹力度很明显是很强劲的。后续呢突破之后就走了最近的这一波加速行情。那么当下呢又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从前期的这个30分钟趋势线来看，它是不是从本身的这个斜率已经出现了跌破，那么就说明这个加速已经出现减速减缓。从这个图表动能上是不是有所减弱？那么价格减弱并且受压，这里还出现了一个再次的三角形整理，跟前期这里差不多。所以股价呢又受到消息面的影响，是不是
如果在周一出现有效的跌破，并且不能够快速的站回，它是不是容易再次的往下去试探下方的支撑位？比如说日线的170，又比如说30分钟所产生的这个170，前期这里跌破之后出现了一个试探，当时的位置比较低，还好在震荡。如果这里出现跌破之后要往下试探30分钟的170，那么这个空间就变得大了一些。如果您手中有所筹码，你要关注了30分钟这里如果跌破，是不是整体会有一个相对较大的调整均值回归的空间？这是要注意的相对的风险，在30分钟产生的三角形整理后的方向。接下来我们从资金和动能上也来看一下特斯拉的短线角度。目前所看到是特斯拉的一个日线图表。上期视频我们说过，特斯拉的位置是有点临近龙头引力的预警区，在最近的2天的波动上涨后，它是不是来到了预警区之上？那么就说明它已经成为了一个相对波段高位的提醒，只是风险目前还没有完全的去释放。而在这一波最近的上涨当中，特斯拉的强势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是连续的绿灯，只有在周四的时候出现了不是绿灯但也非红灯，所以这一波上涨特斯拉是强于大部分的个股，包括英伟达。那么我们再看到风险何时会产生呢？关注下周会不会有红灯产生，会不会出现关键 K 线的破位，哪根 K 线是关键 K 线？看到资金上连续流进的流出，是 BVD 连续流进之后的流出是这一根，看到这里，这一天是关键 K 线。像前期的位置，这里也是连续流进，连续流进，那么流出 K 线它就会有一个支撑，跌破一天又站回来，是不是支撑有效？没有去有效跌破。那么这里连续流进之后，这里也是流出，是不是第一点有支撑，支撑有效，依旧启动，所以股价就是在 BVD 短线资金的运作之下，慢慢的往上去爬升。所以关键的 K 线，不管是在这个地方还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曾经讲过，它的一个往下继续下跌的条件就是跌破关键的 K 线。包括这里，我们曾经说过，双顶要去做空的时候，有一个最明确的要求，把这根 K 线给跌破。如果您是新同学，也可以回顾一下，之前我们说过特斯拉双顶时的确认条件，有讲到这根关键 K 线，后续是没有跌破，而后才产生上涨。所以当下呢，我们再看到这里连续流进之后的流出是它，所以它呢为一个重要的 K 线。如果在下次的一个下跌调整当中把它有效跌破，它不能够出现支撑以或者跌破之后快速的回收，它这里将是一个我们所讲的波段高点，因为它要结合下方的趋势来看。前期不管是这里出现这里出现都没有出现波段高位的信号，而现在出现了，所以这里如果是波段高位再出现风险的一个显现，那么这里就是波段高点。所以这是特斯拉我们如果是持有的投资者要关注的一个价格，在5月15号这根 K 线的低点将是您现在的一个防守位。最后呢，我们补充一下有关特斯拉是否会在周一产生红灯呢？这里我们需要有一个关键价格的预判，周一的关键的低点是346.155，关键的高点压力是355.445。如果周一出现下跌破了346.155，那么特斯拉将是一个红灯，也会构成绿灯之后走红灯的一个卖点。以上呢就是特斯拉的一个讲解，接下来我们来到英伟达的一个分析。目前所看到是英伟达的空间图表，在英伟达的图表上关注170天均线的走势，突破的第一天，突破的第二天，第二天运作当中是不是高点到现在没有突破？纳斯达克指数都突破了，特斯拉也突破了，但是英伟达没突破，说明它是不是走得比目前的指数和某些个股基本上都有所不如？所以这个位置走势呢，英伟达资金开始有所变弱。我们把2号 K 线的区间作为划分，如果这个区间它能够产生支撑，在后续呢这里震荡之后能够往上走去突破，是不是可以往上看到1倍空间 142.42， 甚至呢是150.32创新高？但是如果这里因为调整而产生跌破2号 K 线，后续产生是压力，要小心了。在彻底跌破170之后，我们是不是说这里就是一个熊市反弹高点？所以这是要小心的一点。英伟达走到这里有机会产生弱势回落的情况。我们接下来看到资金和动能上，在图表当中你会看到英伟达底下的龙头引力也产生了一个白色的块，说明它是一个波段高点的风险提醒，属于预警区。从前期的低位到目前的高位，那么波段低点到波段高点，从一个龙头引力的走势当中，它已经是构成了一个循环，所以当下也是要去注意小心的一点。
它的170没有去有效的突破，而后又出现了风险信号，所以你要小心的是它的关键 K 线在哪里呢？股价连续的流进资金，而后流出，就是周五这一天出现了流出的红色点。这一天的低点作为防守，如果它的低点也被收盘跌破，那么确定了这个上财童子的风险，那么是不是要小心后续的下跌产生？这是英伟达要去注意的。那么看到周一的关键预测值，它的低点的支撑是134.43，它的高点的压力是137.32。如果周一再出现红灯，那么是风险更进一步啊。以上是英伟达的分析，接下来我们看到 SOXX。目前所看到是半导体指数，在前期有同学问到，这一波强势的上涨会改变趋势吗？其实我们只要看到170天均线的走势就行。突破的第一天，突破的第二天，目前第二天没有去进行突破，而收盘跌破了。所以半导体呢，提前有很多个股提前走弱。你看到特斯拉、英伟达都没跌破，像纳指呢还突破了，而它半导体跌破了。目前170有点支撑，所以看一下它能不能撑得住。但是它的170呢是向下行的，不是上行的，所以这一点也有所不同。所以我们的半导体指数想要彻底走牛，它还任重道远。这里是一个熊市反弹高点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就跟前期这里一样。但我们需要一个确认信号，就是有那么一根阴线在这里产生明确的向下，而目前只是10日线，所以还不够明确。这里除非能够来一根阳线再次的收回，明确向上，走出上升商法，我们就能够认为这里往上能够看1倍空间，它的1倍空间还是蛮大的。从这个低点往上看1倍空间是比较大的一个幅度，就有利可图。但假如没有这样的一根上升商法阳线出现，而是出现阴线的破位，就小心了，你就要注意了，这是空间上所要小心的一点。接下来看到资金和动能上，在 K 线的走势上，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红灯 K 线？底下呢又有上财童子。那么红灯 K 线是这一天10日星把它的低点作为一个支撑，它同时呢也跟170天均线是共振的，大家有没有发现？也在这底下，所以这个位置跟刚才我们的判定是一样的。如果出现一根阴线坚决的破位，小心，同时也迎来了做空的机会，大家可以明白吗？我们看一下周一会不会再次产生红灯？红灯的一个标准是看到低点的支撑210.465，高点的压力是213.345，看到这两个价格。以上就是对于第二部分特斯拉、英伟达和半导体指数的解析。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部分，有关个股短线的快报。因为所讲解的标的在第三部分有点多，所以阿哲一般速度会比较快。那么希望对您也能够产生些许的帮助吧。第一只标的我们看到阿斯麦，当前所看到的图表是阿斯麦的日线图。阿斯麦呢和刚才所看到的半导体指数有那么一点点相似，但相对强一点点。它的170是不是也是长时间往下移动的呀？那么长时间往下偏移的170，那么被有效的确认跌破，进入到了一个我们所说的熊市进行时。从前期的牛市进行到有效跌破170进行熊市进行时，那么170往下走是不是都成为了压力？所以目前对170的突破有效与否呢？看到第一根 K 线、第二根 K 线，它目前是不是在这里出现震荡，没有出现有效突破？那它会不会是下跌三法？如果这里不出现一根再次的启动阳线，它这里而是形成再次的下跌，它是不是就构成了170的无效的突破？那么这里就是一个熊市反弹的高点，那么阿斯麦这里就是风险，再结合上财童子的波段高点提醒，它这里是不是相对的有危机？而叠加指数还没有红灯，你提前出现2天红灯，那么阿斯麦这是彻底很弱的表现。这一天是连续走流进之后的流出，并且它在周五跌破了，所以阿斯麦呢走到这里就相对的比较危险，大概率呢对170不是有效的突破。那么170的均线有支撑吗？你要看一下接下来的下跌空间，就先看170如果跌破了，就看熊市的反弹结束。同时我们也给到周一的观看点位，目前是连续的2天的红灯，那么周一会不会也是红灯？看到低点的支撑，低点呢是739.537为周一的支撑，高点的压力是750.772为它的一个压力。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博通 AVGO，那目前所看到的博通标的下方是不是跟阿斯麦也一样的，也是上财童子？很多标的其实在经历这一轮上涨之后，也来到了波段高点可能产生的位置。而博通好的一点，它是170呢持续的往上行，
那么这种上行前期呢，已经是有效的突破了1天2天，突破之后是不是股价往上走啊？往上走去看1倍空间、2倍空间，那么当前的博通走到了哪个空间？这里阿哲呢就简单去画一下，从这个低点往均线数，肯定呢不是很标准啊，我们就随手画一下测一下。当前的股价应该是到了2.5倍左右，因为目前图表上方是238.2，它没有到250%，应该在上方235.280应该是碰到了，所以当前在突破了这一个170之后，是不是往上看1倍空间已经到了1.5倍的空间，然后出现了红灯，又出现了上台童子。这里其实可以遇到一个阻力，然后回落的现象，在1.5倍空间前后出现压力，然后红灯，是不是要小心？我们再结合这一天是一个连续流进后的流出，所以这一天呢为关键点，它的低点为防守，目前没有跌破，但有红灯，是不是也是要小心的？关键 K 线看一下这个支撑会不会在下周有效跌破，如果是跌破反弹，有效跌破，就要往170去看了这个支撑。接下来我们看到周一的关键的高低点，低点的支撑是224.375，高点的压力是230.625，看到这两个价格。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 AAPL 苹果的走势就比较弱，因为一直呢处于170之下，170往下走。而后最近出现了一个绿灯，但是整体前后都是无灯的，相对来讲是比较弱势的。这一个相对的绿灯呢，也是因为普涨而产生的。这一天是上穿，然后连续流进后的流出是这一天，这一天为关键的10日线，低点为支撑，高点为压力。目前并没有什么突破的迹象，而受消息面影响，大概率周一是不是跌破的可能比较大，所以这里构成苹果的一个高位啊是可能的，或者说是大概率的。之前我们也说过，这种个股不建议呢在指数上涨时你作为优先做多的个股，因为指数比它强很多。但是你做空呢，你可以去找它，因为它比指数弱很多。我们看到周一的预测点位，周一呢我们要看到哪两个价格呢？低点的支撑是209.115，高点的压力是211.915，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 Meta 的股价走势在突破前方的170之后，也是往上走了大概1倍的空间左右，出现了压力而回落。那么这波回落肯定是以170为支撑，而后您看到这里是不是一个红灯？它比指数提前出现红灯，就说明比指数呢要弱，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确了。如果指数没有红灯，而有个股提前红灯，那么后续在指数再出现红灯时，这种个股就容易出现加速的下跌。那么它是不是 Meta 也属于相对走弱的呀？而后我们再给到周一要去看到的关键点位，低点的支撑是626.1，高点的压力是640.39，关注这两个价格。下跌以170作为首要的第一支撑。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MSTR 是一个强势个股，目前对于170呢也是处于有效的支撑，并没有跌破，所以 MSTR 一直都是处于牛市的进行时。它对于170呢，从这个位置开始，从来没有跌破2天以上，或者说有跌破2天，但是并不是一个很有效的跌破。像这里出现了1天、2天，好，低点支撑略微破了一下，第二天立马回归，立马涨上来回踩，有支撑，是不是直接启动？所以170有时候被跌破、被试探，它不一定就会转势，趋势没有那么容易出现反转，而后续呢，基本上是没有出现2天的跌破的，这些都是一旦回来都是机会。所以目前离170呢有点远，那么又出现了危机的信号，两个红柱产生了，在底下是波动的高点信号。我们看到这里，这一天是下穿 K 线有机会是低点变盘，那么这个位置如果出现阴线跌破或者说有效跌破，它将开始展开对170的回归。而我们在上期视频有讲过，连续流出后的流进 K 线为支撑，它已经被跌破，并且没有收回，所以其实在这一天红灯之后的跌破就已经可以看空 MSTR 了。我们说这种看空的想法是什么？物极必反，对170的回归。像苹果的看空是为什么？因为弱于指数，看的是弱者恒弱，看的是顺势而为，这是两种思路，而现在其实都还可以。只是顺势而为，弱者恒弱，相对会安全一点。我们看到周一要关注的价格，周一的日内支撑它是394.405，而高点的压力呢是412.292，关注这两个价格。
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个股是 PLTR， 另外一只强势个股，对于170呢也是距离较远。如果要去看空，那么以此也可以作为一种我们所说的物极必反。在相对的高位已经产生了波段的高点信号之后呢，不管出现任何的买点，一般都不太建议了。如果是按照红绿灯的简单操作，是不是只要出现红灯绿灯的转换，比如说像这里出现了红灯转绿灯，是不是就直接看涨了？那么现在又出现了红灯转绿灯，是不是也看涨？但是前面这里呢位置偏低，底下的龙头线呢还在一半的位置，而现在呢出现了红灯转绿灯，底下的龙头线呢到了预警区，在风险相对小的地方呢直接买，不用考虑那么多。但是现在风险偏高的时候再去按 K 线剪刀去买呢，就有点危险。所以这里呢我们说过，尽可能危险区就不要随便去买进了，哪怕有买点信号也是一样。而这里关注 K 线的信号是什么呢？这一天是连续流进的流出 K 线，低点为支撑，这一天跌破高点 133.49 则确认。我们看到周一的关键的预测高低点，低点的支撑是 128.14， 高点的压力是 131.71， 看到这两个价格。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谷歌，谷歌呢也跟苹果类似，处于在170之下。那么170之下遇到了压力，而后目前是比指数弱的，因为很多个股都突破了170，它没有突破，它的170呢也是走平，没有完全走向上。那么关键的变盘点我们说过是这一天，它是上穿 K 线为变盘，上穿之后呢，下一个变盘点就是流出转绿的时候，但是这一天呢已经是有压力了，目前一直没有过。你说阿哲这一天绿灯了，但是呢它是阴线，阴线绿灯不为买点，而后它又在压力位冲高回落，是不是风险为主啊？第一点这里为支撑。接下来我们看到周一如果出现红灯，而且是绿灯后的红灯，那么是不是作为风险信号，结合它的弱势行情，我们认为是不是有做空的一个方式？它也跟苹果一样列入到弱者恒弱顺势而为的做空标的上。我们看到它的低点支撑是 167.19， 高点的压力是 170.89， 看到这两个点。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微软，微软的走势最近是连阳，虽然出现了一个高位的风险信号，但是 K 线上是不是没有产生下跌的一个红灯？所以比起前面几只个股呢，相对强势。我们在出现这种跳空之后170往下走的行情，看到第一根、第二根突破之后没跌破，是不是往上去走？走什么？走1倍空间。它的空间因为比较高、比较大，所以大体呢是走到了1倍、1.5倍左右。我们跟博通类似的一个操作。现在呢，看到底下连续的流出，但是没有流进，没有下穿，所以变盘点也不明确，我们只能通过红绿灯来去观察了。这里再次出现绿灯呢，也不为买点。为什么？因为底下这里是一个高位区间，是一个风险区。风险区呢，你哪怕买也只能小仓位。风险区就告诉我们，这个位置偏高，你在风险区之前呢有仓位就还行，等风险释放我们再去考虑。而在风险区还酝酿的时候，没有释放的时候呢，我们哪怕要加，也不要加太多，尽可能不要把你的成本抬到风险区附近的价格。看到股价周一的高低点，低点的支撑是 451.5， 高点的压力是 457.13。下面我们再看到亚马逊，亚马逊呢已经提前是对于170产生了回撤，而目前是产生了下影线有支撑，会不会守得住啊？这个可能性好像有点渺茫。看到突破的第一天，突破的第二天，高点压力、低点支撑，目前被跌破了2号 K 线，所以它不是突破有效。首先这一点就比指数弱了。那如果后续指数和个股是有回踩170的需要，那它是不是会带着被跌破170？那么别人是回踩170，你是跌落170，那你说还能玩吗？所以亚马逊作为做多标的是不建议的，甚至呢，它可以属于一种熊市的反弹空间。关键的一个变盘点是不是这一天是连续流进的流出，它也被跌破了，有压力，所以这里呢，我们的亚马逊已经提前指数进入到了调整周期。接下来我们看到周一的关键的两个价格，低点支撑是 204.982， 而高点的压力呢是 207.458， 关注这两个价格。下面我们再看到下一只个股是台积电。台积电的整体走势是一个大阳后的震荡，比纳指略微弱了一点点，它底下也进入到了一个上台童子。关键的 K 线是这一天的变盘，流进后的流出它为支撑，而后又临近170，所以这个支撑位呢还是不错的，它的170是往上在运行了一段时间。
这里看一下会不会出现明显的阴线跌破，不是的话呢，这里应该还能够承受周一的调整，会有支撑效果。我们看一下周一关注的点位，它的一个低点的支撑是 192.965， 而后高点的压力是 195.475， 看到这两个价格。最后我们再来到 SMCI， 关于这只标的呢，在前期出现了强势的上涨，很多人呢以为趋势反转，但是我们很明确的告诉大家，就是还早，就还没有那么容易能够把下跌趋势给反转掉。这里是不是出现了一个1号 K 线和2号 K 线，跟前面一样的操作，1号 K 线、2号 K 线，高点压力、低点支撑，高点压力、低点支撑，目前是不是没有突破压力？那么假如这里出现的是下跌而目前来看，大概率下周一是不是下跌的？那么再次出现下跌，它这个位置属于熊市反弹的高点的范畴，一旦出现下跌，再往170靠，170如果撑不住，是不是还是属于熊市的范围？它最多就是一个震荡，而后寻求反转的机会。当这一次呢，目前没有看出能够突破的迹象，它都不能突破，那不能突破的170则为熊市高点的判定。我们看到下周周一的关键的点位，它的低点的支撑在哪呢？是在 45.59， 高点的压力呢是在 48.36， 关注这两个价格。以上就是5月17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感谢大家的观看。美股持续伤小顶，风险在不断的积累。美国评级下调，下周是否迎接调整风险？那么阿哲呢，告诉大家170天精选如何能够去分析。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您手中的个股标的是否展示出更强于指数的表现呢？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